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美国癌症协会2024年发布最新的报告，其中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。好的地方在于，整体癌症的死亡率持续下滑，显示医疗科学确实有在进步。但让人担忧的是，前10大癌症中有6种癌症患病人数明显成长。更糟的是，尽管当前人口持续老化，癌症却有年轻化的趋势。专家推测，肥胖率上升、久坐与不健康的饮食都可能是这背后的原因。本期影片就来统整对于癌症人们必须知道的几件事情。在进入主题之前，我们要先带来一款产品。没错 ，The Surfshark VPN 时间又到了。这是当前市面上 CP 值最高的 VPN 产品，在超过100个国家设有3200台伺服器，让我们轻松切换 IP 地址，保护我们使用公共 WiFi 时不会被有心人窃取个资。在过去这1-2年间，台湾人常讨论到诈骗的问题。确实，日益猖獗的非法团体以及伴随而来的诈骗取财案件，成了人们难以避开的现实。然而，说到诈骗，人们可能第一时间联想到利用电话犯案的电信诈骗案，但事实上，网络资安却常常是人们失守的第一道防线。统计数字显示，过去1年台湾网络诈骗事件以购物类高居第一，其中又以钓鱼型诈骗网站最为严重。骇客得手个资后，偏好物尽其用，并可归纳出3大恶意行为：第一，假冒身份来犯法；第二，变卖个资兜售获利；第三，利用账密发动撞库攻击。而我们一直推荐的 Surfshark， 他们的 VPN 可以加密我们的连线，避免骇客盗取个资。此外，还有 Alternative ID 这个产品，它可以产生全新的线上身份与电子信箱供您线上使用，避免将资料留给一次性使用的网站，且当遇到资料外泄时，还能避免真实资料被他人利用跟贩售。说了这么多，有兴趣的朋友，连结我都放在下方说明栏了。限时 Surfshark 新年优惠，立即点击网址，输入优惠代码，即可获得额外3个月的免费。现在就使用 Surfshark VPN 吧。话说回主题，说起人们跟癌症奋战的历史，其中有几个重要节点。首先是在上世纪90年代，各国陆续实施室内全面禁烟后，随着吸烟率跟二手烟接触率下降，癌症的死亡人数也大幅减少。这之后一直来到今天，由于早期癌症的发现率与治疗方式都不断进步，癌症的死亡率稳步下降。然而，同样也在这段期间，人们在癌症预防方面却遭遇挫败，许多常见癌症的发病率持续增加，像是乳癌、前列腺癌、子宫内膜癌，跟年轻人罹癌率迅速攀升的大肠癌跟子宫颈癌。同样以美国公布的数据为例，2019年美国50岁以下人群的罹癌率现已上升至每10万人 107.8 例，比2000年增加了超过1成。医学期刊 B&J 肿瘤学2023年刊登的一份研究也显示，全球50岁以下人群癌症的发病率正急剧上升，其中又以北美、澳洲与西欧最为明显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癌症一直被视为老年的疾病，但它年轻化的进程却不容忽视。当前许多先进国家已出现人口高龄化的状况，但在老年人比例持续拉高的同时，年轻族群的新发癌症占比却不断攀升，显现年轻化的趋势正加剧反转。对于以上这个状况，各国研究与临床报告都观察到类似的变化。专家认为，现代生活形态的转变是背后最大的关键，像是平均运动量减少、久坐时间拉长、加工食品增多等，都增加年轻族群罹癌的风险。特别是胃肠类的癌症，这是因为人们放进嘴巴的东西成分越来越复杂，无论是食物、药品，还是一些没被注意到的环境毒素。时间拉回2020年，黑豹的男主角查德威·克鲍斯曼罹患大肠癌去世，得年仅43岁。他的离世引发大众对大肠癌年轻化的警惕，而在过去10多年来，肿瘤专家也意识到年轻化的危机已蔓延到其他癌症领域，包括胰脏癌、阑尾癌、胃癌与子宫内膜癌。在专家的眼中，大肠癌是最具指标性的癌症之一，还有人将其视为煤矿里的金丝雀，是危险饮食的先兆。大肠癌罹癌率迅速攀升，使其成为全美男性罹癌第1大死因。而在女性方面，大肠癌也夺走第2多的人命，仅次于常年的第1死因乳癌。尽管高龄患者的罹癌率仍远高于年轻人，早发性癌症病例增加仍不断阻碍死亡率的下降。2019年新增的大肠癌患者中，55岁以下占了多达2成，这比1995年的状况几乎翻了1倍。更严重的问题在于，年轻患者无论医疗意识还是定期检查的频率都比较低，也因此他们确诊罹癌时有多达6成已达到末期。这也导致一个奇特的状况，那就是65岁以上大肠癌的患者死亡率正在下降，但50岁以下患者的死亡率却在上升。
另一份研究显示，作为全美女性罹癌第一大死因的乳癌，50岁以下的罹癌率正在上升，而胃肠道癌症的发病率也出现高速成长。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罹癌，将癌症视为年老疾病的传统观念正被颠覆。为了尽早发现疾病，医界正推动下调癌症的筛检建议年龄。癌症这种疾病始于基因突变，刺激细胞不受控制的分裂扩散，并形成肿瘤。随着人们年龄增长，自发性基因突变更为频繁，环境带来的影响也逐渐累积，因此罹癌风险就也加剧。这也是为什么过往癌症长期被视为老年疾病的原因。但时间来到当前，对年轻人来说，不断增加且越来越复杂的外在因素正提早触发细胞癌化的机制。肿瘤学家发现，长时间坐在电视或电脑前的女性，以及经常饮用含糖饮料的人，早发性大肠癌的风险较高。除此之外，长期食用油炸、高度加工食品的饮食方式，都跟大肠癌有着显著的关联，而这类饮食形态正好受到年轻族群欢迎。而在这之下，先进国家不断拉高的肥胖率，同样导致早发性癌症的盛行，包括大肠癌、乳癌与胰脏癌等多种癌症，都被发现跟肥胖有关。对许多国家来说，国民超重比例拉高，已直接反映在医疗资源的消耗之上。说到这里，我们要来看一下全球的数据。世卫组织辖下癌症研究机构2020年发布了全球癌症统计数据，在总计185个国家的癌症发病率中，位居榜首的竟然是澳洲，每10万人就有452人罹癌。纽西兰与爱尔兰则分别拿下第2、3名，美国排在第4位，每10万人有362人罹癌，之后依序是丹麦、荷兰、比利时、加拿大、法国与匈牙利。而在亚洲，日本排到第27名，每10万人有285人罹癌，南韩第44名，新加坡第49名。台湾虽然没有列入统计，但按本地同年的官方数据，每10万人有311人罹癌，在这份榜单大约落在第16名上下。从这份榜单中，我们可以注意到，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几个国家，基本都是纽澳、北美与西欧等经济发达国家。而在亚洲，经济越强的国家排名也越为靠前。反观发病率最低的国家，几乎都是位于非洲与南亚，像尼日、甘比亚、尼泊尔、不丹与刚果这些落后的国家。这背后有2大原因。首先，癌症毕竟还是跟年龄有密切的关联，人们要先活到罹患癌症，才能出现在统计报告之上。因此，生活条件较好、医疗设备完善、人均寿命较高的先进国家，自然也有比较高的罹癌率。其次，相对先进国家的人们拥有更加现代化的生活形态，但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，某些安逸的生活方式正加剧早发性癌症的几率，特别是肥胖、运动不足与不良饮食这3件套，而这正是癌症分布表现出巨大差异的原因。总结来说，当前癌症正以可见的速度向年轻族群伸出魔爪，除了改变生活形态以外，我们可以做到的还有正视风险，提早进行癌筛检查，避免因为年轻就放松戒心。早期筛检、早期治疗将大大提升康复的几率。好了，这集的重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与 IG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